大家好，今天还在春节的假期之中啊。今年的春节广州好天气，每天都是阳光灿烂啊，一扫春节前的那种寒冷天气啊。所以这个春节呢，大家都非常热衷于到外面去走一走。这几天呢，连续带着我的亲戚去了很多地方，甚至到了深圳、海上世界、大梅沙等地啊，非常不错的一个春节的天气。现在呢，我打算从祈福新村骑出村外去，就随意的做一段健身的骑行，不负这样的好天气啊。麻烦帮我开一下门好吗？谢谢。今天出门一着急忘了带出入卡了啊。春节期间呢就是到处都是人就是很多景点人满为患啊。虽然我们已经尽量避开了在广州城里的那些景点，但即便去到深圳去到其他地方呢，也基本上也都是人挤人的状态。所以呢，从我个人来讲，我对到这种旅游景点去观光尤其是在节日的期间是比较抗拒的。我觉得真还不如就骑个车在住所附近随便逛一逛。最近呢，因为过节不管是村里还是村外，这些马路上呢车都少了很多，因为大家很多都走亲访友去了，更多的呢是回了自己老家还没回来。但这几天呢，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就陆陆续续的大家都要回来了，该去上班的上班，该干嘛的干嘛了。
现在呢，我已经骑行在这条市广路上啊，但这条路呢，好像还有一个名字叫福翠路，同时呢，也是105国道啊，就它有好多个名字，到底是哪个才是它真正准确的名字呢？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就趁着这个好天气，加上呢路上啊没有什么车辆，所以还是非常舒适的骑行的环境。右侧呢是中村敬老院啊，有这些乡村地方呢，城市化以后啊，还是给予当地老百姓啊不少的福利。我觉得每个这种村庄，就以前的那种村庄啊，都会安置这些老年人啊，建一些养老院，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。反而这一点呢，比城里面啊老无所养的这种状态更好一些。但是你说这个地方农村呢，其实早就有了很大的变化。我的右侧呢，早就发展成了一个楼盘，而马路对面呢，还是一个村庄的模样啊。
现在呢，我骑过汉西大道啊，右侧里面这一片呢，都是长隆的地盘了。而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未开发土地啊，看来呢正在进行房地产的开发，所以前方可以看到那些楼盘呢，就是汉西长隆这些土地上开发建设起来的那些居民楼。而长隆野生动物园呢，我相信啊，随着在清远的那个大的游乐场的建成啊，将来应该都会搬到那里去啊。这里的土地呢，肯定就是腾出来搞城市化建设，它升值的唯一的途径。这也是中国土地啊，更是发展商玩熟的一些手法。和政府啊，希望土地增值，带来更多的税收，同时呢，也促进大家改善型的一些消费啊，几项目的呢相互的重合啊。放那边，打着，往前面转。我第一次看到这边长隆有一个侧门，好像是这段时间才开的吧，还没往里头进呢，就被保安叫住了，单车不让进。在这里呢，很多地方啊，都是不欢迎骑单车的人入内，就有时候觉得这背后是什么逻辑啊？这边呢也建了一条路啊，从来没进来过。这就是在长隆的这块地方开发的一个楼盘，但我相信呢，这块地应该是原本是长隆的，但是有越秀这家公司来开发的。既然到这边呢，反正也是闲着，到里面去逛逛吧。也不可否认啊，像这种新建的楼盘呢，它已经比起早期建那些楼啊，还是升级了很多。它更加关注呢居住的一种环境的舒适度，同时呢会有很多的学校各项的服务的配套。你看，正对着呢，这边就是潘中实验学校。我的理解就是潘邑中学的实验学校吧。这个里面原来已经开发成了一片了。
果然，广东番禺中学实验学校就在我的前面啊。看来这个学校应该已经是启用的状态了，但以前没有进来过。原本中国老百姓呢，选择自己的居住地啊，第一呢肯定是要交通方便啊，主要是上班通勤方便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要有商业网点，最好呢边上就是一个商业中心，这样购物啊、生活设施就比较完善。其他呢都可以妥协。但现在呢，很多楼呢起在一个有更多的绿色，有更好的花园，同时呢也有很多休闲的设施的这种地方，所以人的这种观念也在发生转变。正对的这个呢，就是新建的一个楼。这个楼呢起得很高啊，但是完全就是置身于一个大的公园里面啊。所以它写着有什么11万、7大洲、主题园林等等啊，这也没有瞎说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原本就是一个长隆发展起来的动物园、游乐场。但是呢，这边应该还没有完成整体的开发啊，很多地方都是拦着的。其实在这样的小区啊，还是感觉
密度比较低啊，周围的人均的绿化还是不少，加上有学校和以及更多的这些必须的商业配套，相信应该是一个宜居地方。只不过呢，这些楼啊都很高，稍稍有一些不接地气啊，如果你住在上面的话。
骑上了一个大坡啊，现在呢顺坡而下。我的左侧啊，马路中间呢是新建的市广路隧道，这条路呢以后会变成一条快速路啊，直接从大石去到南站。前面左转呢就是长隆旅游度假区啊，野生动物世界。看来这边人还不少啊。前方呢就是大石了，以前的一个村，现在呢变成了一片城镇。看上去呢有些乱乱的一个地方啊，但是呢已经变成了一个交通中心啊。就这边呢
开通了南大干线，还有就是我现在骑行的这条南北的快速路，当然还没有完全建成啊。往右转呢，就是南沙港快速，还有星光快速等等啊。以前呢，这条路啊，就整一条村道，但经过这个南大干线啊，做了下行式的隧道之后呢，这条路也进行了拓宽，但是边上的这些老的建筑物呢，应该还有待时日才会迎来拆迁啊，所以我就在这条路上的7段啊，看看拓宽以后这条道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。原来这个边上还有一个村庄叫李村，以前应该没怎么来过的，也到里面去逛一圈吧。这里也有个大牌坊，还不错，姓高的人家的祠堂。这个祠堂还是做得不错，老人家在这边休闲的地方呢，本身。门口还有一个小公园啊，孩子们在里面打球。就到了阴森森的一条小路上面了，那这边居然还有个公寓啊，都是一些做小生意的人站在一块块的地方。这就是广州的城中村啊，基本上大同小异。青年社区，很多的公寓啊，很多房子出租，就可以知道啊，在天河那边上班的年轻人呢，很多都是靠在这边租房子为生的，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便宜啊。这可能也是广州附近啊，对于外来人口啊相对比较友善的地方，就是它那个居住的成本啊相对比较低啊。但前提呢是你必须要接受这样的生活环境。
好像没地方可去了。但愿呢，这边有一条路可以骑得出去啊。顺这条村中的小道啊，我也不知道能够骑向何处。当然，这座村庄并不是我骑行的目的地啊，只是路过一下而已，看看到底能够去到哪里。无意当中呢，也了解一下又一个城中村这些居民以及这些住户们的生活的环境啊。前方呢，好像出到一条稍微大点的街上来了。从这条村骑出来呢，就感觉啊，身处新旧社会的不同的区域啊。我要看看我到底能够往哪里走呢？穿过一条隧道啊，看看前面是什么样的所在。
我觉得我刚刚穿过的应该是星光快速路吧。现在呢，来到了里村的另外一头。看看这边出去以后会去到哪里了。感觉有一种又绕回去的感觉。这边还有一条路。看来还是绕了回来。感觉绕了个大弯，还是绕到了外面啊。从村里呢，很快就要骑到了大马路上了。而右侧呢，就是星光路的一个路口。现在呢，我在星光快速路桥下骑过啊。这条路叫南大公路吧，看见有个牌子这么写着。
原来这边也有公交路啊。前几天在深圳蛇口的时候呢，也有公交路，说明呢，改革开放早期啊，都是靠搞工业起家的。我突然发现这边呢有一条街道，应该是当地人的村里的一条商业主街了啊，随意的去骑一下吧。好像还得再拐一个小弯才行啊。就在这种城中村里啊，你看也建起了这些高楼，见缝插针的建了一个楼盘，好像是闽协的地盘啊。既然是有商业的一条街道，那我们骑进去看看吧。从来也没有进到这么里面来过，原来这边也有了不少的楼盘，楼下呢开了不少的餐馆啊。原来这是大石街道的一个便民服务中心啊。看来这一大片绿地，这个里面都应该是一些居民小区、一些楼盘了。
应该已经无路可去了，掉头往回走。我纯粹就是骑着车闲逛，尤其那些没有来过的村里，还有就像这种也没有来过的居民区，到里边来看一看走不通呢就掉头。看来前方呢也是去到妖屋村了。看来里边呢是一个农民新村吧，我看那房子应该就是那种农民起的楼了。